法德联盟成立，落实8000亿欧元武装欧洲计划。乌军清除俄军第76王牌师师长。乌军无人机群突袭莫斯科，距离红场仅10公里。俄罗斯陷入恐慌，疯狂后撤战机。欧盟终结俄能源时代。战场烈度加剧，俄军伤亡突破96万。胡塞武装认怂，与美国和解停火。欧洲6国联合反对以色列控制加沙计划。卡德罗夫要辞职，克里姆林宫会同意吗？精彩内容马上开始。梅尔茨动作真快，6日刚上任，7日就到访法国与马克龙会谈。事后在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表示，法国和德国将组建国防与安全委员会，共同应对欧洲的战略挑战。据悉，该委员会将促进法德两国在国际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加速欧洲防务的战略觉醒，并落实欧盟提出的计划，调动私人和公共资金，满足部队和资产方面的优先需求，并对欧洲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进行投资。很明显，法德两国这是准备落实欧盟此前提出的8000亿欧元投资计划了。此外，梅尔茨还特别强调，欧洲今后将不依靠美国建立新的防御体系，并希望尽快访问乌克兰，带去更多的帮助。与此同时，乌军也在积极行动，以对得起北约的军援。据 RBC 新闻披露，俄军王牌第76近卫空降师师长西哈比多夫上校在库尔斯克地区的作战中被乌军清除。目前，俄罗斯对其举行的哀悼活动已经开始，如俄罗斯达吉斯坦地区的学校在陆续收到西哈比多夫阵亡的消息后，为他举办了悼念活动，甚至还设立了一个所谓的纪念奖。值得注意的是，西哈比多夫上校在今年3月才刚被普京任命为第76师师长，属于俄军中的少壮派顶军人物，岂料仅过去2个月就被去军事化。如果算上5月4日托列斯克战场被乌军清除的俄第6摩步士师长，俄军近期损失的中高级指挥官着实有些大了。俄第76近卫空降师是俄军所谓的王牌部队之一，几乎参与了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以来的所有战事，并在2022年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之初，该师还短暂控制过基辅附近的布查地区。在这里，他们的行为遭到了外界的强烈批评。而自西哈比多夫上任以来，俄第76师就有多位指挥官被乌军清除，他本人的指挥能力也因此受到极大指责。不过现在这些指责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接下来谁将接替西哈比多夫将成为新的关注热点。另外，据塔斯社报道称，乌克兰当下对俄罗斯的袭击已经达到了疯狂地步，这是怎么回事？上第1日这几天，乌克兰啥事也没干，只有不断的空袭。其中在5月7日的空袭中，乌军创纪录地发射了447架远程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俄罗斯至少13个地区，算是让俄罗斯陷入恐慌的一个小高潮。而且一次发射447架无人机和导弹，也说明乌克兰积攒了足够多的无人机和导弹，准备给俄罗斯来个大惊喜。在这几天的袭击中，除了之前提到的莫斯科周边数个机场被迫关闭外，乌军无人机可是数次飞抵莫斯科上空，刺探俄军防空火力网的布置。紧接着便是大批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附近的多个目标，甚至有一架乌军无人机残骸坠落到了莫斯科卡希尔斯科耶公路附近的建筑物上，这里距红场直线距离仅只有10公里。又或是一枚导弹残骸卡在了莫斯科波多利斯克地区的一栋居民楼上。外事新闻报道称，这是俄军铠甲 S1 防空导弹的残骸，但俄媒坚称这是乌克兰导弹，俄官方则沉默不语。但无论是何种情况，导弹打进居民楼，足以证明了俄防空部队的无能。俄罗斯人也因此更加恐慌。此外，乌军还向莫斯科以西63公里的库宾卡机场发射了无人机群，紧接着该机场一带就传出连续的巨响。NASA 的卫星数据甚至检测到了多个火灾点。随后，俄军事频道 Fight Bombner 报道了此事，称乌克兰的多架无人机攻击了库宾卡机场的多处区域。值得注意的是，库宾卡空军基地是俄罗斯勇士和斯特里日飞行表演队的驻地。虽然俄频道强调其防空部队已将来袭乌军无人机全部击落，但并未解释机场起火的原因，因此并不清楚这2支飞行表演队的损失情况。
至于俄罗斯其他地区，这几天也同样遭到了乌军无人机不同程度的空袭。如图拉州的2家隶属于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 Rostec 的军工企业就突发大火。当地人表示，在乌军无人机抵达后，工厂一带先后发生了3起爆炸声。又或是距离乌克兰边境1200公里的莫尔多维亚共和国萨兰斯克的光纤系统工厂，同样在遇袭后起火爆炸。现场画面显示，工业区的多处都冒起了浓浓的黑烟柱。这可是俄罗斯唯一一家生产光纤电缆的工厂。此外，卡卢加州的谢伊基夫卡空军基地、莫斯科玄武岩研究所生产大楼以及其他多个与俄国防相关企业也没能逃过乌军的打击。由此可见，在胜利日前后，乌克兰一直在逐步升级对俄罗斯的空袭规模。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还被爆出，自5月5日起，莫斯科就已经切断了移动互联网，地区内所有的咖啡馆、商店、ATM 机等服务设施都停止了运营，就连快递公司也停止了送货，就是为了确保胜利日的游行安全。但从如今的结果来看，俄罗斯的安全措施并未起到太大作用，乌军依旧是照打不误。在此之前，一些乌克兰士兵还暗示将在5月9日发射柳特1和海迪攻击无人机以及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发动更大规模的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波达诺夫甚至说出了代号耳塞的话语，这可把俄罗斯吓坏了。据开源情报分析师披露，莫斯科不仅如临大敌，克里姆林宫还将10架图95、8架伊尔79和安26以及大量图22和米格31等战机转移到了距乌克兰边境4000公里的东西伯利亚的别拉亚基空军基地。甚至有俄媒报道称，俄罗斯准备用奥列什尼克导弹袭击基辅，来作为对乌克兰拒绝3天停火协议并用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的挑衅的回应。从泽连斯基拒绝3天停火，不断用无人机袭击俄本土多个地区开始，火力军是没想到乌军居然让俄罗斯的5月9日胜利日庆祝活动变得如此不堪。俄防空部队也是差劲，280套防空系统都调到首都了，都无法保证安全，还不如取消庆祝活动算了。毕竟将全国防空系统调到首都后，俄罗斯其他地区必然空虚，这给乌克兰的无人机和导弹提供了大量机会。从单边碾压到势均力敌，再到如今本土被占领，首都被乌军无人机不断袭击，俄罗斯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弱。更重要的是，随着欧洲制裁的加剧，其衰弱速度正在加快。据法新社5月6日报道，欧盟确定了对俄罗斯的第17轮制裁提案，即扩大受制裁名单，并加大力度打击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其中包括50多个个人和实体，100多艘船只列入黑名单。值得注意的是，这轮制裁即使匈牙利反对，欧盟也会选择进行到底。欧盟能源事务负责人约根森表示，根据欧盟计划，所有成员国将在2027年底前终止所有俄罗斯能源的供应合同。欧盟外交负责人卡亚卡拉斯也表示，欧盟已经大幅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到2027年将永久性停止所有俄罗斯能源进口的计划。对于欧盟停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的计划，斯洛伐克总理菲佐5月7日进行了公开批评。他称，该计划对欧盟的负面影响可能大于对俄罗斯的影响，建议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并警告称，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断绝关系可能会导致斯洛伐克和欧盟的天然气价格上涨。目前，俄罗斯能源在欧洲的份额已经下降到历史低点。斯洛伐克、匈牙利并不愿意放弃俄罗斯能源，正继续向欧盟施压。对此，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放弃俄罗斯能源是实现乌克兰持久和平的3个重要步骤之一。依赖俄罗斯不仅会损害欧盟安全，还会损害欧盟经济，称欧盟的能源价格不能由一个敌对的邻国来决定。鉴于欧盟的态度，俄罗斯能源经济的辉煌时代可能要一去不复返了，甚至其未来也不会好过。俄乌前线战争在胜利日前后，战斗烈度有了一个明显提高。乌军总参谋发布的数据显示，俄军伤亡已早早突破96万。接下来，让我们把镜头切换到战场上。库尔斯克战场，乌军在攻入乔特基诺镇后，目前已联合地面和空中力量进行双重打击。最新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乌军已经占领了乔特基诺镇西南部的阵地，目前俄军正在对其进行空袭打击。
此外，乌军还继续组织装甲纵队，并使用扫雷设备开辟穿过俄罗斯雷区的路径，向辛普特村和沃尔菲诺村进发。目前正同当地俄军展开激烈交战，详细的战况需要地图信息更新后进行确认。不过，乌军扩大库尔斯克的控制区却是明显的趋势。俄军此前高调宣布已解放库尔斯克，在胜利日上成为了笑话。苏梅方向，乌克兰边防警卫队的发言人表示，俄军这几天一直在组建3到10人小队，尝试越过边境线进入苏美洲，想在胜利日献上一份礼物，但其行动均被乌军破坏，未能如愿。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第4游骑兵团使用海马斯导弹首次打掉了朝鲜援俄的 KN-09 多管火箭炮，而此前乌军还使用无人机首次击毁了俄军的 Z-SON 雷达站。这是一款罕见的轮式雷达系统，俄方曾宣称它最远可以探测300公里外的目标，并同时追踪多达200个物体。据统计，这1周以来，乌军已经在该方向打掉了俄军的大量装备，其中包括一套 TOR-M2 防空系统、2辆 2S-19 自行火炮和17辆坦克装甲车。往南，在斯瓦托夫至克里米纳一线，乌军第25空降旅使用标枪反坦克导弹和吸血鬼无人机，在戈里霍里夫卡方向击溃了俄军一支机械化突击队，摧毁俄军3辆坦克、4辆 BMP 战车。托列茨克方向，俄军现在每天都会安排至少150架无人机徘徊在乌军后勤线上，以打击奥列克桑德罗波尔、辛波尔塔夫卡和新沃莱尼夫卡附近道路上的乌军车辆。乌军指挥官表示，俄军正在步行将光缆无人机带到他们的前沿阵地，以打击后方附近的乌军士兵。红军村方向，双方战斗进入白热化，俄军使用轻型机动车辆运送步兵至前线后，再以小型战斗群形式不断进行步兵攻击。目前正从利西夫卡、格罗季夫卡以及新奥列克桑德里夫卡方向同时推进。乌军则对科特涅和达琴斯科的俄军阵地发起了重点进攻，双方你来我往，损失都很大。RBC 乌克兰曾援引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的话报道称，乌军在4月份共收复了115个阵地，其中81个在红军村方向，极大地改变了该方向的战术环境。目前在部分地区夺回了战场主动权。在俄乌战争之外，经历了以色列、美国、沙特3国联合的暴揍，胡塞武装非常从心地要求停火。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多次对以色列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包括5月4日对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在美军的配合下，于5月5日晚上出动了大约30架战机，对也门和泰达、萨那等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目标实施了多轮轰炸。其中，在对萨那机场的空袭中，以色列国防部还在战机起飞时发布了公告和图片，这显然是给时间让也门方面疏散平民。差不多40分钟后，以色列战机开始轰炸胡塞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彻底摧毁了客运航空楼、民用飞机和服务设施，导致萨那这座国际机场完全瘫痪。这时，据半岛电视台称，当地时间6时，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加拿大总理卡尼时说，胡塞武装已经投降，承诺不再袭击航运船只，美国也将根据与胡塞武装达成的停火协议，停止对胡塞武装的轰炸行动。特朗普这个停止轰炸的表态，意味着自今年3月15日起，美国对胡塞武装大规模轰炸行动的结束。可能有人感到纳闷，5月5日晚，以色列还在对胡塞武装进行大规模轰炸，而第2天胡塞武装就投降了，这投的是不是太快了？况且胡塞武装如果真的不想再打下去，又为何要在5月4日去招惹以色列呢？一名知情人士6日向耶路撒冷邮报透露，以色列事先并未获悉特朗普有关胡塞武装的表态，此番表态令以色列方面感到很意外。紧跟着 BBC 新闻5月7日报道称，胡塞武装首席谈判代表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驳斥了特朗普关于胡塞武装在达成停火协议时投降的说法，并称发生改变的是美国的立场，而我们的立场依然坚定。此外，阿卜杜勒·萨拉姆还表示，达成的停火协议并不包括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他称，在援助物资抵达加沙之前，我们将继续袭击以色列船只，并保留对任何针对我们的侵略行为做出回应的权利。原来所谓的停火只是胡塞和美国的和解。今年3月15日，特朗普亲自下达了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命令，自此美军开始了对胡塞武装长达50天的狂轰滥炸，甚至为此出动数个航母战斗群，但每次空袭胡塞武装，美军都要花费10亿美元，
加上有2架 F/A-18F 战机坠入红海，这让美军的损失有点大。如今停火对特朗普来说可以节省一大笔 money， 胡塞武装也没有必要树立更多敌人。用胡塞武装发言人的话说，就是胡塞武装打航母纯属浪费资源。在与美国达成停火协议后，胡塞武装将投入支持巴勒斯坦的事业中，并让以色列难堪。至于胡塞武装何时会和以色列停火，有待进一步观察。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公布长期控制加沙计划后，6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进行反对。据法新社报道称，西班牙、冰岛、爱尔兰、卢森堡、挪威和斯洛文尼亚外长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以色列的计划将导致这场战争进入新的危险阶段，将坚决反对加沙地带出现任何人口或领土变更。不干了，不干了！车臣总统卡德罗夫在接受今日车臣采访时称，他已经要求普京解除其车臣领导人的职务。在采访中，卡德罗夫再次将自己描述成普京的步兵，只要普京下命令，他就一定会执行。卡德罗夫自2007年起就一直担任车臣总统，上一次连任是在2021年。按照俄联邦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数据，当时卡德罗夫的支持率高达 99.7%。如今卡德罗夫的任期将在明年结束。那这次普京会同意卡德罗夫辞职吗？卡德罗夫提辞职并非第一次，2017年他就曾提过，并且当时也宣称会接受普京任何命令。外界推测他主动辞职是出于健康问题，但卡德罗夫并未做出正面回应，只是说他在寻找继任者，且希望辞职请求能被支持。至于他选定的后任者，早些时候包括《新报》在内的一些俄罗斯媒体称，卡德罗夫希望他的儿子亚当能成为自己的继任者，成为新的车臣总统。据悉，亚当目前已经是车臣内政部长，领导车臣所有安全部队，而女儿阿伊莎则控制家族的商业资产。但就火力军而言，卡德罗夫主动辞职，除了不知真假的健康原因外，最重要的仍是希望获得普京支持。其想通过主动辞职来让普京答应自己的请求，以确保卡德罗夫家族继续掌控车臣。不过截止目前，克里姆林宫尚未对卡德罗夫辞职做出回应，这也完全可以理解。毕竟卡德罗夫能顺利掌控车臣近20年，除了家族势力外，最重要的自然是普京的支持。这种支持是他用忠诚换来的，这也是卡德罗夫称自己是普京的士兵的原因。其几乎在一切场合都在表达自己对普京的忠诚。但随着对车臣的掌握力度的增强，卡德罗夫对普京的忠诚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不仅纵容，甚至支持属下车臣士兵在莫斯科等地的犯罪活动，甚至经常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等指手画脚。对这些僭越，尽管俄罗斯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进行了敲打批评，不过普京都选择了默许，至少是没有公开批评，顶多就是佩斯科夫否认卡德罗夫的言论。但在2022年俄乌战争全面爆发后，确切地说是在普里戈金和俄国防部矛盾激化后，因为巴赫穆特大战引发的弹药供应不足等问题，普里戈金猛批时任的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实为素餐，甚至指责克里姆林宫。而卡德罗夫当时脑袋一抽，也加入了批评行列。虽然没敢提及克里姆林宫，但卡德罗夫对俄国防部的批评和站队被所有人看到了眼里，给人一种其与普里戈金是盟友的关系。但他没想到瓦格纳居然反叛，兵锋直指莫斯科。虽然当时卡德罗夫做出了正确选择，派车臣部队参与了拦截瓦格纳向莫斯科行军的任务，但克里姆林宫对他的信任出现了问题。如今卡德罗夫想通过主动辞职来换取普京的支持，让卡德罗夫家族继续掌控车臣，而克里姆林宫不希望出现另一支瓦格纳雇佣兵，即便是低配版的也不行。但卡德罗夫家族对车臣的控制太深了，考虑到俄罗斯如今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紧张的内部压力，克里姆林宫或许会选择一个新的代理人来加强对车臣的控制，并清洗卡德罗夫家族。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卡德罗夫的辞职，克里姆林宫会同意吗？是否会选择亚当成为继任者？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